大家好，我老牛啊，今天咱们把大伙儿呼声最高的老麦和高斯给测评了，这俩都是老牛很早之前就入的了，倒不是不想测，主要是没啥好说的呀。我们先来看这盒高斯吧 ，SHF 前一阵子在展会上公布了，这款的价格有一个回落，但是还是要将近4张左右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主体，因为 ACT 系列走的不是一个还原度路线嘛，那么第一眼扫过去，整个身形的顺眼程度，你们能打几分呢？老牛觉得这款的身形其实做的还好吧，挺讨喜的，算得上是比较理想的这么一个身材了。最大的问题还是出现在这个头雕上面吧，老牛觉得这个头雕其实挺不对位的，仔细一对比，其实脸型什么的还原度还是可以的，就毁在这一双眼睛了。这个眼睛做的有些太圆润了，皮套的眼睛其实是有一些棱角的，再加上这两个窥孔点的跟斗鸡眼似的，身上的花纹肯定是没什么大毛病的，毕竟月神高斯身上的花纹真的非常简单。然后就是可动性了，头部上下左右都没有什么压力，手臂平抬90度，曲肘相当好，胸腰各个方向的可动性也是非常好的，大腿前踢超过90度，去西医，脚的左右接地性也是非常好的。可以看到，因为是后期的产品，素体基本上已经升级到顶配了，这可动性肯定是没话说的，甚至于说后续 SHF 出来的话，肯定是可动性远没有这个来的好的。然后是这个胸灯里面居然是用一个球冠来做连接的，这个设计还是非常少见的，这个高斯的红灯做的还是非常好看的。然后是这个特效键环节，首先是这个已经氧化成大份颜色的这个满月光波，没氧化的话，这个颜色其实做的还是挺好看的，包括上面这些粒子效果其实做的还是非常好看的。但是很遗憾，市面上这个特效键基本上都氧化了。然后是这个月神冲击的特效键，这个感觉做的就比较一般了，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吧。这款也就这2个特效键了，我觉得现在买这个有点49年入国军了，不如再等 SHF 落地以后我再好好选择一下，毕竟这款也确实很一般吧。我甚至觉得 SHF 落地以后它的配件量都不一定能比得过 SHF。 OK， 我们来看这盒老麦啊，简单过一下包装盒，哎呀，这个盒子确实有点烂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的主体，不知道各位对这款的身形评价怎么样呢？就老牛个人觉得吧，这款腰做的有些太短了，上半身看起来非常短，这样显得上半身和下半身的比例不太协调，有点类似于盖亚 SV 的那个毛病啊。然后是这个脸，各位觉得还原度怎么样呢？这个老牛觉得差的就有点多了，很明显下半张脸走形是比较严重的，然后眼睛的间距做的也有点宽了，而且眼神做的也并不犀利。然后就是这个后脑勺，老牛觉得做的不是很自然，衔接的非常丑。身上的铠甲以及花纹其实做的并没有什么大毛病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可动性，头部上下左右都有一定幅度，但总的来说比较一般般，手臂平抬有个90度，大臂有一处平转关节，曲肘的幅度相当可观，胸腰的可动性各个方向都有一定幅度，但总的来说比较中规中矩。大腿前踢90度少一点，屈膝轻松超过90度，脚的左右接地性也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是中期的产品，可动性并不是特别突出，但一般情况下把玩还是非常够用的。我们来看一下配件，这个老麦的红色胸灯其实做的是比较粉的，然后里面有附属这么一个头标，但是里面附属的手型并不能很好的握持这个头标，需要你将这个手型用吹风机吹软才能握持住。然后是附属的这个麦克斯银盒，可以看到上面的透明件还是做的非常漂亮的，一整块零件的分色也是做的非常精细的，它在后面是连接着手型的。这个麦克斯银盒在安装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刮蹭到小臂上的银漆的，安装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一下的。然后是这个麦克斯银盒的特效键做的还是比较有张力的吧，不过安装体验是真的非常地狱啊，把玩过程中各种掉键，玩多了会导致手型与麦克斯银盒的连接变松。总之这个特效键把玩体验并不是很好，就算一开始没什么大问题，玩多了以后也会变得很松。最后是这个马库修姆加农的特效键，这个做的还是很好看的，安装的时候需要将麦克斯火花给取下来，再将特效键用到的麦克斯火花装上去就行了。但是这个特效键与手臂的契合度特别低，安装的时候相当困难，甚至不留神的话还会导致扩孔断装之类的问题，玩之前用热水泡一下，翻车的风险会小很多。 OK， 那么以上就是这款 ACT 麦克斯的情况了。老牛觉得这款配件还是挺多的，但是可能碍于技术力之类的问题，大部分配件的把玩体验都很差，再加上这款算是比较高的价格吧，老牛还是建议遇到好价就买，没遇到咱就等 SHF 吧，没必要太执着于这个东西啊，做的也就那样吧。 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我老牛咱们下期不见，再见。